嘉庆在位25年，勤政节俭到连龙袍都打补丁，从来不兴土木，不搞巡游，每天批奏折到深夜，惩治贪官从不手软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皇帝，眼睁睁看着大清从康乾盛世滑向衰败，起义不断，吏治崩坏，国库日渐空虚，后人评价他，还要骂一句平庸无能。你以为这是因为他天资太差，治国无方，又或是觉得他心慈手软，压不住场？其实根本都不是。今天这期咱们走进嘉庆的帝王生涯，你会发现他或许是整个清朝最无奈的皇帝，他拼尽了全力，却救不了一个从根上就开始烂掉的王朝。不是他不够努力，是有些局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翻不了盘。说到嘉庆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两件事，杀和珅还有平庸，觉得他捡了乾隆留下的盛世底子，却一手把大清带向衰落，能力不行，胆识不够，守成有余，开头不足，甚至有人说他就是清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。可你往深了爬，就会发现这对嘉庆来说其实很不公平。论勤政，他一点都不输给自己的爷爷雍正，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处理政务，一年四季从不间断，大臣们迟交奏折他要催，地方灾情他第一时间拨款赈灾，就连出巡路上都要随身带着奏折批阅，从来不敢懈怠。论节俭，他更是清代帝王里的顶尖水平。乾隆6下江南花钱如流水，他登基之后立刻叫停了所有巡游，宫里的开支一砍再砍，龙袍破了让后宫补一补继续穿，就连生日宴都不许大办，严禁各地进贡珍宝，就怕劳民伤财。论吏治，他也从来没手软过，杀了和珅之后，接连查办了10几个地方大员，贪污数额稍微大一点的，直接革职抄家，绝不姑息。换作你站在他那个位置，登基接手的是个名义上的盛世，你又勤政又节俭又反贪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肯定能再造盛世？可现实是，嘉庆越努力，大清反倒越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面对的烂摊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到远远超出一个皇帝的个人能力边界。第一个坑就是他爹乾隆留下的财政窟窿。乾隆统治60年，看起来是盛世，实际上早就外强中干，6下江南，大修圆明园，连年对外用兵，把雍正攒下的6000万两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。到了晚年，国库账面上看着还有钱，实际上到处都是亏空，地方府库更是空得能跑老鼠。嘉庆抄了和珅的家，一口气进账8亿两，看着很多对吧？可根本经不住花。白莲教起义打了9年，光军费就花了2亿两，各地水旱灾害不断，赈灾要钱，修河道要钱，官员俸禄要钱，军队饷银要钱，8亿两银子撑死了也就撑了头几年，没多久国库又开始捉襟见肘。更可怕的是第二个坑，官场彻底烂透了。乾隆晚年宠信和珅，上行下效，整个官场从上到下都养成了贪腐的风气，州县官捞百姓的钱，道府官捞州县的钱，巡抚总督捞道府的钱，一级一级往上送，最后全都汇到京城权贵手里。这不是几个贪官的问题，是整个体系都坏了。嘉庆以为杀了和珅，查办几个大员就能整顿吏治，可他没想到杀了一个和珅，下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和珅。你查办一个巡抚，下面的知府知县照样捞，你撤了一批官，换上来的新人过不了半年也会被环境同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俸禄制度就有问题。清代官员俸禄极低，一个知县一年俸银才45两，连养家都不够，不贪根本活不下去，再加上各种规费，孝敬早就成了潜规则，大家都这么干，你不干就融不进去，就没办法办事。嘉庆不是看不到这个问题，可他不敢改。他是靠守祖制上位的皇帝，一辈子最信奉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定下来的制度，他半点都不敢动。官员俸禄低，他不敢加，怕别人说他违背祖制，浪费钱粮。地方亏空严重，他只能一遍一遍下令让官员补齐，可补不上来他也没办法，
总不能把全省官员都撤了。到最后，反贪反了20多年，贪腐反倒越来越严重，官员们表面上毕恭毕敬，私底下该怎么捞还是怎么捞，大家都学会了做表面功夫，哄着皇帝开心就行。第3个坑，也是最致命的一个，人口爆炸，土地不够用了。康熙年间全国人口才1亿多，到了嘉庆年间直接飙到了3亿多，100多年翻了2倍。可耕地面积就那么多，增长极其有限，土地又都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，普通百姓越来越活不下去。没地种，没饭吃，怎么办？要么铤而走险当流民，要么加入各种秘密教会造反。所以嘉庆一朝，起义就没断过，白莲教、天理教、天地会从四川湖北打到直隶山东，就连紫禁城都差点被天理教的人攻破。你以为这是官员逼反的？其实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，百姓活不下去了，就算没有贪官，照样会有人造反。这个问题别说嘉庆解决不了，放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彻底解决。更讽刺的是，嘉庆越是勤政，这个局势反倒越僵，因为他太讲规矩，太守组织了，什么事都要按祖宗定下的章程来，一点灵活性都没有。地方上遇见灾情，官员要先上奏，等批示，再拨款，来回几个月过去了，灾民早就饿死了一半。遇见民变，将帅要先请旨，再调兵，再进剿，战机早就耽误了。他还特别喜欢管细节，小到一个县官的任免，一个案件的判决，他都要亲自过问，结果就是自己忙得要死，下面的官员反倒越来越懒，什么事都不敢做主，什么责任都不愿担，凡事就往上奏，等皇帝拍板，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僵化，越来越没效率。有意思的还在后面，很多人都说嘉庆要是敢改革，像雍正那样铁腕变法，说不定就能扭转局面。可你换到他的位置想一想，这步棋你敢走吗？雍正改革是因为康熙朝留下的底子还在，制度还没烂透，皇权还足够强势，能够压住反对声音。可嘉庆的时候，整个官僚集团已经彻底盘根错节，你动一项制度，就是得罪全天下的官员，就是动了所有人的蛋糕。万一逼急了，官员们集体对抗，再搅动起民变，整个王朝都可能直接翻车。他不是不想改，是不敢改，也改不动。他能做的只有在组织的框架里修修补补，尽力维持着局面，让大清不要垮在自己手里。就连后人骂得最多的平庸，其实也是他的无奈之举。他不是没有雄心壮志，登基之初他也想过整顿朝纲，再创盛世，可现实一记记耳光打下来，他慢慢就明白了，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成的。他能做的只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每天认真批奏折，认真处理政务，尽量不犯大错。至于王朝的命运，他实在是左右不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他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当然不是。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保守，太过畏首畏尾，面对乱局只会守着旧规矩，不敢做出任何突破性的尝试。他一生都在效仿祖父雍正，可他只学到了勤政和节俭，没学到雍正的胆识和手腕，更没学到那种大破大立的气魄。雍正敢得罪全天下的官员，推行摊丁入亩，火耗归公，他不敢。雍正敢设立军机处，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，他不敢。他一辈子都在求稳，可越是求稳，局面就越是往坏的方向滑。但话说回来，就算他有雍正的胆识，就能改变结局吗？其实也很难。因为封建王朝的周期率从来都不是一个皇帝就能打破的。王朝建立之初，土地重新分配，吏治相对亲民，人口不多，大家都有饭吃，自然就是盛世。等到承平日久，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官僚体系越来越腐败，人口越来越多，矛盾就会越积越深，等到临界点一到，谁来都没用。嘉庆刚好就站在这个临界点上，他接手的时候，各种矛盾就已经积压了几十年，他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崩溃的速度，想要彻底扭转，根本不可能。
更可怕的是，他不仅要应对内部的烂摊子，还要面对外部的变局。就在他统治的这25年里，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，英国的舰队已经在东南亚一带游荡，鸦片已经开始大量流入中国，中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。可嘉庆对此一无所知，他依旧闭关锁国，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，依旧用几千年前的老办法治理着国家。不是他不想睁眼看世界，是他压根就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。他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他认知里的所有经验，都告诉他，只要守好祖制，当个好皇帝，天下就能太平。他永远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，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会直接轰开大清的国门，把他守了一辈子的体系砸得粉碎。所以回头看嘉庆这一生，其实特别悲情。他不是昏君，也不是暴君，他勤俭、宽忍、认真、负责，具备了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品质。可他生在了一个错的时代，他拼尽全力，也只能维持住表面的平稳，挡不住王朝下滑的趋势。他杀了和珅，整顿了吏治，平定了起义，可这些都只是治标，治不了本。很多人喜欢拿他跟雍正比，觉得他比雍正差远了。可实际上，雍正接手的是一个正在上升的王朝，只要把制度理顺了，就能迎来盛世。而嘉庆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，再怎么努力，也只能是苟延残喘。时代的洪流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候真的很苍白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既然注定救不了，那摆烂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？可这就是帝王的责任，也是人性的任性。明明知道结局可能不好，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，该扛的责任还是要扛。嘉庆或许也明白大势已去，可他从来没有偷过懒，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。25年如一日，兢兢业业做好每一天的事，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已经比绝大多数皇帝都强了。当然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保守与稳定，才让大清又撑了将近100年。如果换成一个好大喜功、喜欢折腾的皇帝，说不定大清在嘉庆年间就直接乱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或许不是一个开拓的雄主，但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守城之君。只是他要守的这个江山本身就已经千疮百孔了。嘉庆之后，大清还会经历更多的风雨，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、洋务运动，一场场变故接踵而至。曾经的天朝上国，一步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。很多人说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嘉庆朝，是他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，是他的平庸拉开了近代屈辱的序幕。可实际上，种子早在乾隆晚年就已经埋下了，嘉庆只不过是第一个尝到苦果的人而已。那么，面对乾隆留下的这么大一个烂摊子，嘉庆到底做过哪些尝试？他为什么始终不敢推动深层改革？天理教闯入紫禁城当天，又发生了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？下一期咱们就走进嘉庆朝最著名的癸酉之变，看看几十个农民是怎么差点把大清皇宫一锅端的，也看看这场突发事变背后藏着嘉庆朝怎样的深层危机。喜欢这种深挖帝王心境、讲透王朝兴衰底层逻辑的内容，记得订阅微观人间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不讲教科书里的套话，只爬最真实的历史细节与人性真相，后面还有更多康雍乾家的权谋篇章，我们慢慢聊。